嗨，大家好，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新兴行业内的泡沫案例。具体呢是指在5年时间内上涨200%，然后暴跌96%。这就是指美股大麻 MSOS ETF 的起伏之旅。那么 MSOS ETF 它从热捧到寒冬都经历了什么呢？MSOS ETF 呢，全称是 YOLO Advisor Shares Pure US Cannabis ETF， 作为美国市场上首支专注于大麻行业的 ETF， 它曾被视为投资者追逐新兴行业的明星产品。MSOS 在2020年推出的时候呢，恰逢美国多州大麻合法化浪潮，叠加了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狂热追捧，它的净值在短短1年内飙升到200%，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主题 ETF 之一。然而到2025年 MSOS 净值较峰值的时候暴跌了96%，市值呢也大幅缩水，股价从高峰时期的 55.91 美元暴跌到最低 2.02 美元。这一戏剧性的涨跌轨迹呢，揭示了新兴行业投资的复杂性，也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盈利的难题、竞争加剧以及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将 MSOS 从香饽饽推向了烫手山芋。本期视频呢，就是要剖析 MSOS 的兴衰原因，并总结它对我们投资者带来的启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股热潮的起点，为什么能有200%的惊人涨幅呢？ MSOS 在2020年9月上市的时候，正是美国大麻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多个州相继通过娱乐和大麻合法化法案，市场对大麻行业的增长潜力充满了乐观的预期。MSOS 的投资组合涵盖了美国主要的大麻生产商、零售商和相关的服务公司，比如 Curaleaf、Green Thumb Industries and Trulieve Cannabis， 完美契合了投资者对这一个新兴市场的热情。上市后呢， MSOS ETF 价格迅速攀升，从上市的 24.90 美元到2021年初达到峰值 55.91 美元，累计涨幅超过200%。市场研究公司 BDSA 的数据显示呢，美国大麻市场在2021年销售额达到了250亿美元，同比增长 40%。投资者和分析师普遍认为，大麻行业可能复制酒精或者医药行业的增长路径，市场规模有望在未来10年达到5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呢，进一步推高了 MSOS 的表现。Cowen Co 的大麻行业分析师Vivian Azer 曾表示呢，美国大麻市场正处于爆发式增长的起点，政策松绑和消费者接受度的提升呢，将推动行业进入黄金10年。这一乐观预测呢，吸引了大量的散户和机构投资者。MSOS 的资产管理规模 AUM 在2021年一度突破了20亿美元。然而，这种狂热也掩盖了行业的基本面问题，埋下了后续崩盘的种子。那么崩盘的现实很快就来了，导致了 96.96% 的市值蒸发。尽管 MSOS 的早期表现令人振奋，但几个关键问题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首先呢，政策不确定性成为最大的阻碍。虽然多个州实现了大麻合法化，但是联邦层面的大麻呢仍属于受控物质，限制了行业的融资渠道和跨州运营的能力。2021年和2022年，投资者对联邦合法化的预期多次落空，导致了市场的信心受到严重的挫折。
其次呢，大麻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不佳， MSOS 持仓中的许多公司持续亏损，毛利率呢受限于高昂的税收和合规成本。例如呢 Curaleaf 2023年财报显示，净亏损高达2.2亿美元，而收入仅增长 10%， 高昂的运营成本和价格战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另外呢，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也影响了增长。早期尝鲜者确实推动了消费增长，但客户留存率低下，许多消费者因为价格偏高或者产品体验未达预期而转向传统替代品或者黑市渠道。 BDSA 的数据也显示，2024年美国大麻市场增长放缓至 15%， 远低于此前的预期。另外呢，竞争加剧也进一步恶化了局面。加拿大和欧洲的大麻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而小型本地品牌也通过低价策略来抢占份额。供应链问题和产品质量不一致也损害了主要企业的声誉。那么到了2025年呢， MSOS 净值较2021年峰值下跌了 96%， 最低呢达到了 2.02 美元，资产管理规模缩水至不足5亿美元。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大麻相关 ETF 中出现，例如呢 ETFMG Alternative Harvest ETF， 它的净值呢同期下跌超过 70%。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麻种植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在 MSOS ETF 所经历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其持仓核心美国大麻种植业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尽管市场需求在增长，但种植商的盈利能力呢，普遍受到多重因素的压制。比如说呢，第一条呢，就是生产过剩与价格暴跌。随着各州大麻合法化的推进呢，大量资本涌入了种植领域，导致了产能迅速扩张。然而呢，市场的实际消费增长速度呢，并没有能跟上产量的激增，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等成熟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导致批发价格持续暴跌。种植商呢，为了争夺有限的零售渠道，不得不进行价格战，进一步压缩了本来已经很微薄的利润空间。这种局面呢，使得许多种植公司即便收入增长，也难以实现盈利。第二点呢，就是高昂的运营与合规成本。合法大麻种植商背负着沉重的运营成本。首先呢，联邦层面的非法地位使他们无法获得标准的银行贷款和金融服务，也无法享受与其他行业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税务负担呢远高于普通企业。其次呢，各州对于安保追踪系统和产品测试的严格规定都转化为高昂的合规成本。这些开销叠加在一起，使得合法种植商的生产成本呢远高于黑市，削弱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然后呢，还有来自非法市场的持续冲击。黑市渠道是合法大麻种植业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由于不需要承担高昂的税收和合规成本，非法种植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这也吸引了大量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消费者因合法产品价格偏高而转向黑市，不仅分流了市场份额，也迫使合法企业进一步降价，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接下来呢，还有供应链与质量控制难题。供应链问题和产品质量不一致呢，也损害了主要企业的声誉。在种植端，由于各州法规不同，跨州运输和分销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导致供应链效率低下，而且成本高昂。同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生产商可能在质量控制上面有所松懈，这也影响了品牌形象和消费者的信任。这些种种因素导致大麻种植行业远非一片蓝海。
政策限制、价格压力、高昂的成本和非法市场的竞争共同构成了种植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深层次的行业问题直接反映在了 MSOS 这类高度集中于大麻运营商的 ETF 的惨淡表现上。那么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投资教训呢？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警惕新兴行业的泡沫风险。MSOS 的起伏为投资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首先呢，新兴行业的颠覆性标签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政策环境、盈利能力和市场接受度等基本面因素远比市场情绪和预测更为关键。亚洲的泰国呢，也搞了一场疯狂的实验。在2022年呢，泰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将大麻除罪化的国家，一度被视为观光与农业的经济突破。但在2025年，泰国政府却突然宣布全面禁止娱乐用大麻，甚至打算重新将大麻列为毒品。投资者以为的垄断，其实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其次呢，投资者也需要警惕华尔街对新兴行业的过度乐观预测。尽管大麻市场潜力巨大，但实现盈利和规模化需要时间。短期内的狂热呢，往往会导致估值泡沫。MSOS 的市盈率在2021年一度高达100倍，远超传统消费品行业，显示出明显的估值过高。类似的案例呢，还有 Beyond Meat 这家曾被誉为人造肉网红的公司，也经历了从明星股到垃圾股的戏剧性陨落。6年时间呢，上涨800%，然后暴跌98%。最后呢，分散化投资和长期视角至关重要。MSOS 的高度集中于单一行业，使其波动性极高。投资者如果将资金过度集中于此类的主题 ETF， 需要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所以呢，我们需要冷静面对下一个大机会。MSOS 的兴衰是新兴行业投资热潮的缩影。它呢也提醒我们，当市场对某个革命性机会趋之若鹜的时候呢，恰恰是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时候。投资者应深入研究行业的基本面，审慎评估政策和竞争风险，而非盲目追逐短期的涨幅。对于仍然看好大麻行业的投资者， MSOS 或许仍然具有长期潜力，但前提是行业能够克服当前的盈利和政策障碍。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请记得订阅、分享、点赞，谢谢。